印度首都新德里距我国西藏边境仅300多公里啊，我军远程火箭炮都能对它进行覆盖。印度人光想着在海上掐我国的脖子，却没有想想自己的脑袋上悬着的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印度媒体对中国第3艘航母下水的一些评论。中国海军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号下水是一件大事儿。过去好几天呢，它的影响在国际军事界仍然是余音绕梁，尤其是印度的媒体。印度也有一个超级大国梦，而且在不久前呢，印度海军的新航母维克兰特号是刚刚服役。很多印度媒体都对福建号的性能和未来的作用进行了评论。虽然大部分印度网民或相当一部分的印度媒体是一贯的迷之自信，但也有一些印度媒体呢，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说印度的欧亚时报的一篇报道就比较冷静，文章说福建号是世界上最大的非美国航空母舰，中国更是直接从滑跃起飞系统跳跃到了电磁起飞系统，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的飞跃。世界上只有美国最新的福特级航母才具有相同的系统。这种弹射系统将能够释放歼15舰载战斗机全部的潜力，包括达到最大的航程和最大的载弹量。哪怕使用相同型号的舰载机，也比非弹射型的航母的作战能力有着本质上的提高。同时福建号还能够弹射起飞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空警600，未来呢还将搭配下一代的隐形舰载战斗机和无人机使用。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主要是通过舰载航空兵来体现的。关于歼15舰载战斗机，美国军事观察网站报道说，最近网络上流传的照片表明，歼15战斗机的最新型号歼15B 已经投入生产。中国一直在测试世界头号侧翼战斗机歼11D， 其性能早已和俄罗斯自己的苏35战斗机相媲美。而歼15B 呢，则是使用歼11D 的技术进行改进的型号，包括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 AESA 和先进的航天系统，再加上弹射起飞的能力，战斗力已经比歼15战斗机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印度未来选择美国的 F-18 大黄蜂作为维克兰特号的舰载机的话，歼15B 将是它的头号劲敌。而且印军的维克兰特号仍然使用滑跃起飞，而且由于东位的限制，滑跑的距离还不如我军的辽宁号和山东号，因此F-18 在印度航母上的使用的性能将大打折扣。欧亚时报还猜测中国下一艘航母将是核动力，将在排水量和战斗力方面全面的对标美国的福特级航母。而印度媒体最关心的是福建号对印度洋的影响。文章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叶海林的话说，中国从未将印度视为主要关注对象，无论是合作伙伴还是对手，它都是次要的。欧亚时报认为，中国建设现代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目标仅仅是保护中国的海上交通线，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海军存在可能从海上威胁印度核心安全的姿态。但是与印度其他的媒体和网民一样，欧亚时报仍然高傲地指出了福建号的不足。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经验。他认为中国还远远没有掌握美国、英国和印度海军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完善的复杂的航母运营经验。要说我们可能确实与美国海军有差距，但是印度海军还从未展示过全加班攻击这样的快速起飞和回收舰载机的能力。而我军的辽宁号航母5月初在台湾外侧的菲律宾海已经展示了几天之内连续起飞200架次的能力。不知道印度人的迷之自信来自哪里。但有一点印度媒体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计划寻求陆路贸易路线，目的是克服其能源和贸易在马六甲海峡可能被印度或美国扼杀的脆弱性。如果中国海军要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航线进行护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后勤保障基地。有中国的学者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在柬埔寨的雷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和吉布提建设海军基地来克服后勤保障的缺陷。
但是仅仅靠这3个港口是不够的，而且印度人很自信地认为，中国海军这3个海外后勤补给站点依然在印军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印度媒体呢总是一谈海洋就忘了陆地。印度首都新德里距我国西藏边境仅300多公里啊，我军远程火箭炮都能对它进行覆盖。印度人光想着在海上掐我国的脖子，却没有想想自己的脑袋上悬着的剑啊。这句话就说到这里。